斗破年番第73集预告已经更新，随着小医仙暂时封印住萧炎体内的魔毒斑，萧炎接下来就必须找到斗尊或者得到第3枚异火才能解毒。谈到斗尊，萧炎突然想到一个名字，药老的挚友风尊者。当初药老被抓时，曾嘱咐萧炎日后去找他，以药老和他的交情，风尊者定然愿意为自己解毒。只不过大路茫茫，自己上哪找他呀？走出密室，美杜莎和紫妍急忙凑了上来，现在怎么样了？小医仙苦笑道，这种封印能持续2年，2年后就没什么效果了，所以2年内必须找斗尊来解毒。美杜莎听完黛眉一竖，看这模样似乎又想冷斥小医仙。一旁的萧炎见状连忙挤进2人中间，而后他让小医仙去准备房间，然后再说叫美杜莎不要老针对人家。不久，夜晚到来，在柔光的房间内，萧炎望着胸前的魔毒斑陷入沉思。与其寻找斗尊，还不如去找第3枚异火要靠谱点，因为得到第3枚异火，他就能靠自身的能力吸收炼化魔毒斑。毕竟魔毒斑是谢碧炎一生的斗气，利用好了，它就是大补之物。提及异火，萧炎又取出了3张净莲妖火残图。在地图的一角有一朵黑色的诡异莲花，其上还泛着薄薄的黑岩。死死地盯着其上的黑莲，萧炎的心扑通一下。净莲妖火榜上第3，异火榜总共有23种异火，每一种都有独特功能和狂暴威力。以萧炎的陨落心炎为例，他榜上排14，当初迦南学院和寒风都被此火搞得要死要活，可见第14名就这么猛，那第3估计是可以比肩天地的神物。相传前3的异火都经历了万余年的磨练，其实力高深莫测，且能化成人形。望着空缺一角的净莲妖火残图，萧炎明白只有集齐4张才能确定此异火的位置，而要找到最后一块残图，那无疑是大海捞针，就算弄到，以目前的实力也根本收服不了。毫无思绪地皱了皱眉，萧炎突然灵光一现，以迦南学院在大陆上的特殊地位，苏谦大长老应该知道不少秘辛，说不定他就有一些其他异火的情报呢。而且据说内院院长也是一名斗尊强者，若是碰见，自然能请他来破解魔毒斑。随着返回学院的念头闪动，萧炎很快便把决定告诉了美杜莎几人。在一处幽静的房间中，美杜莎带着一丝不舍地说道，此次你回迦南学院需要我陪同吗？萧炎迟疑了一下，如今魂殿依然对我们不死心，若是你一走，那炎盟和蛇人族就没了安全保障，所以只能麻烦你留下来守护一下吧。瞧得美杜莎担心，小医仙轻声道，我随你去吧，现在毒宗在出云帝国已无对手，我离开一段时间应该也无大碍，并且若途中凑齐恶难毒体的材料，也好帮我就地控制。萧炎听完微微点头，那我们明天便动身吧，然后紫妍也跟上，毕竟这么久了，苏谦大长老估计也想看看你。谈完出发前的事宜，萧炎又准备撬出一些魂殿的信息，从而为日后就要老做规划。萧炎手掌一翻，陨落心炎立马封锁了整个房间，而后他便放出玉瓶内的铁护法。因为4周陨落心炎对灵魂体有特殊效果，所以重伤状态下的铁护法根本无法逃脱。之后迫于异火的压力，铁护法也只能如实的交代。萧炎问道，你们魂殿实力如何呢？铁护法听完涌上一抹嘲讽，说出来也不怕吓死你，我们魂殿等级森严，光是护法就分天地人3等，而我只是一个最低级的人级护法，在护法之上还有尊老，他们都是斗尊以上的水平，而尊老之上还有天尊等等。萧炎听闻掠过一抹凝重，连斗宗强者都还只是最低等的人级护法，可想而知魂殿是多恐怖的存在。甩了甩脑袋，萧炎继续问道，你认识一个叫做雾护法的人吗？铁护法回道，认识，他叫雾英，等级比我高级点，是地级护法。萧炎接着问道，魂殿殿主是何种实力？你们收集灵魂是干什么的？还有你们的总部在哪？铁护法皱眉道，殿主神秘莫测，整个魂殿都没几个人知道他的实力，我就更不知道了。至于抓捕灵魂的目的，我也不知道，领导只让我们去抓，却从来不说有何用处，而且还不准问。关于总部的位置，我也是不知道，因为以我的权限，只够去一个分店上班，而那里正位于天心帝国内的天葬剑。众人听完皆是一愣，因为斗气大陆上的帝国不计其数，特别是靠近大陆中心，萧炎就更不认识了。问话完毕，萧炎又把铁护法封印了起来。次日清晨，在天毒城外的一处山峰之上，萧炎几人闪现而立，望着美杜莎妖艳的容颜，萧炎心中略有些感动。这些年来，他帮了自己太多太多，以后炎盟与萧家就拜托你了。至于天魂融血丹，若2年内我不能回来，我也会派人给你送过来的。美杜莎眼眸微垂，略显失落地说道：“只要我还活着，炎盟绝对不会倒。”
萧炎见状，嘴角浮上一抹笑容，随后他伸出双臂，轻轻地抱住了美杜莎。被萧炎搂住，美杜莎身体猛然绷紧，脸上还带起一抹淡淡的绯红。片刻后，萧炎松开手道：“你要保重。”美杜莎轻咬着嘴唇，声音低微地说道：“你也要小心，若是遇见解决不掉的麻烦，便通知我，不管你在哪里，我都会赶过去的。”望着他们生离死别的模样，紫妍不由得翻了翻白眼。感觉到紫妍那鄙视的目光，萧炎也不再纠缠，他碧绿火翼一阵便是腾空而起。紧接着，紫妍对着美杜莎挥了挥手，也腾空而去。彩铃姐，你保重哦。在萧炎两人离开后，小医仙刚欲起身，女王却突然对着他出声道：“你要保护好他。”小医仙闻言微微点头，放心，即便是死，我也会在他前面。美杜莎听完，目光带起一丝柔和，或许此刻的两人才真正的开始摒弃前嫌。孤立在山峰之上，美杜莎愣愣地望着他们消失的方向，她有种预感，萧炎此次离开或许要比以往的任何一次都要长久，而等到他归来时，恐怕他的实力即便是自己也只能仰望。想到此处，美杜莎的内心就涌上一抹浓浓的期待。在遥遥天际，3道流光急掠而过，此刻的萧炎和紫妍还只是初级斗皇，飞行只能依靠斗气双翼，而小医仙已是斗宗，飞行就跟走路一样，不仅速度快，而且斗气消耗也极低。当路过一些能量充裕的山脉时，3人就会降落下来。凭借紫妍对天材地宝的感应，他们在休息之余也会寻找一下控制恶难毒体或者天魂融血丹的药材。当然，这个过程自然免不了跟一些实力强横的魔兽交手。其中一次，他们还碰到了7阶魔兽，要不是小医仙及时护驾，估计萧炎和紫妍就要被狠狠地抽一顿。在接下来的4个月中，他们要么在赶路，要么就跟魔兽打架。就这样，萧炎的气息也在搏杀中进入3星斗皇，而且天材地宝也抢了一大堆。不知不觉，5个月匆匆而过，他们终于抵达了黑角域。按照记忆中的路线，萧炎不久便抵达了黑角域的一些城市。因为之前在这里的拍卖会搞到了不少宝贝，所以萧炎还想借此搞一些控制恶难毒体的材料或者异火的消息。经过一番折腾，他们终于得知一场大型拍卖会将在黑皇城举办。黑皇城位于黑角域中心偏西的位置，那座城市的统治者是名声极大的黑皇宗。据说金银二老见到他们宗主都得低头哈腰。主意敲定，萧炎立马带着小医仙2人朝着黑皇城赶去。在绿油油的山林小道上，3人懒散地走在其中，突然道路旁出现2道极为狼狈的人影，正被魔岩谷的人追杀。本来萧炎不想多管闲事，可得知对方是迦南学院的人后，他立马叫紫妍上。闻言，紫妍嘟囔着虐待童工，便冲了出去。短短几个回合，魔岩谷的10几个大斗师就被紫妍揍趴在地。战斗结束，与这2人一番交谈后，萧炎得知，在自己离开的2年时间，学院每半年会派1次学员外出历练。不过此次他们却遭到了魔岩谷的偷袭，而此刻的吴昊长老跟30多名学员正被魔岩谷的人马重重包围。萧炎听完脸色大变，吴昊长老不就是当初跟自己在内院混的吴昊吗？旋即，萧炎猛地对着山谷方向爆射而去。